对于山治将要结婚这件事，路飞倒是不在乎，他只在乎山治还会不会回来。还有一件事就是自己率领草帽团加入大马海贼团的麾下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让大马海贼团加入草帽团麾下还差不多。贝克穆斯差一点气得昏过去，这小子实在是太嚣张了，太狂妄了，完全没搞懂现状啊！区区一个罪恶时代的超新星，居然想直接吞并四皇大妈，给你狂的，让大妈给你头打歪了。不过现在路飞说的所有事情都没有意义，山治是绝对逃不掉这桩婚事的，因为大妈的茶话会邀请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的。如果有人胆敢拒绝了大妈的茶话会邀请，那么日后他就会收到一份来自大妈海贼团的礼物，礼物里面是与这个人关系亲近的某个人的脑袋。山治还算比较识时务，如果他敢拒绝这次的婚礼，那么日后山治很有可能就会收到草帽团某个人的脑袋，或者是东海巴拉蒂餐厅某个人的脑袋，再或者是人妖王国谁的脑袋也说不定。这就是力量，有绝对的力量就会拥有绝对的权利，就可以在这片大海上为所欲为。四皇就是这样的存在。贝克穆斯话锋一转，告诉路飞，有一件事情你们根本不用担心，就算山治参加了大妈举办的婚礼，结了婚，草帽团也不会加入到大妈海贼团的麾下，因为这是一场政治联姻，大妈对草帽团根本没有兴趣。这桩婚事是夏洛特家族与文斯莫克家族缔结血缘关系的仪式，和草帽团没有关系。简单来说，这桩婚事一旦成立，山治将不再是草帽团的成员了。什么玩意儿？路飞一听这话，怒发冲冠，将贝克穆斯一把从病床上揪起来，丢在地上。贝克穆斯表示很无奈，这事又不是自己决定的，干嘛要冲我发脾气呢？路飞大吼一声，山治一定会拒绝这个婚事的。贝克穆斯冷笑一声，在文斯莫克家族和大马海贼团的双重压力下拒绝吗？谁知道呢？如果拒绝的话，估计命也没有了。路飞坐不住了，得知贝克穆斯康复后会立刻回到大妈的地盘，路飞要求贝克穆斯捎上自己一个人潜入大妈的茶话会，把山治的婚礼破坏掉。路飞安排娜美转告其他人，这件事只能自己独自前往，一来人少比较容易潜入，二来如果草帽团全能行动，就有一种去找大马海贼团约架的意思，很容易会挑起战争。现在可不是和大马海贼团开战的时候，务必低调行事。贝克穆斯气笑了，你的意思是让我给敌人带路吗？路飞根本不管贝克穆斯同意不同意，贝克穆斯的想法不重要，他只要自己觉得愉快的单方面定下了行程，开始筹备出发。小白几人与猫夫士老大来到这边探望贝克穆斯，猫夫士老大一眼认出了船长路飞，一个野蛮冲撞奔过来，压在路飞的身上表示感谢，差点把路飞和索隆直接送走。猫夫士老大全身飙血，晕了过去。罗带着船员紧随其后赶到，找路飞商量接下来的行动，顺便将船员引荐给路飞。这是我船上的20个成员。船员们一阵嘘声，难道作为配角就不配拥有姓名了吗？路飞告诉罗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安排，山治被大妈团带走了，自己必须去把山治找回来。这样一个变动打乱了罗的所有计划，看来与凯多开战只能向后等一等。不过就怕凯多会主动找上门，本来这个左岛可以暂时藏身一段时间，现在也被凯多的手下搞得一团糟，藏无可藏。猫夫人老大醒了过来，也顾不得战争不战争的，组织大家开启了宴会。路飞只要吃上食物，就可以把任何事情都忘记。此时此刻，警卫们和看侍郎正在象腿下面奋力向上攀爬，约没了多久就会到达左岛境内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这个国家是绝对不会欢迎武士的。左岛这个千年古国，因为和这国武士雷藏的原因，差一点被灭国，国民惨遭虐杀。想必毛皮族一定恨死武士了。如果警卫门和看侍郎在这个时候进入国境，势必会引起毛皮族的仇恨和追杀。罗宾、布鲁克、弗兰奇3人守在城门口，决定将奋力向上攀爬的警卫门和看侍郎拦住，无论如何也绝不能让他们入境。警卫门和看侍郎足足爬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天空刚破晓，二人终于骑着飞虎登上了左岛。看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朝阳，二人感慨颇多。罗宾3人守了一夜，早已睡了过去。警卫们和看侍郎也没忍心叫醒他们，径直走向城门。城门外，负责放哨的猴子看到2个武士，吓得浑身颤抖。警卫们上前打了个招呼：“你好，我等再找一个名叫雷藏的人。”猴子吓得转身奔入城门，边跑边向全国通报：“大事不好，武士来了！”猴子奔进城内，拉响了敌袭之钟。毛皮族听到钟声之后，迅速戒备。犬狼公爵立刻召集火枪队以及据点内所有能行动的毛皮族国民战士，随着他赶去城门口集合。火箭队的西西里安一声令下，毛皮族立刻集结起来，跟在犬狼公爵身后向城门口跑去。本来这个时间应该入睡的猫夫士老大爷也被惊动，率领佩德罗和侠客团也一同赶往城门口。开宴会闹了一晚上的路飞和娜美此时也被嘈杂声惊醒。娜美听到有人喊道来了2个武士，意识到大事不妙，赶快把路飞揪起来，随着人群赶出去看看情况。
武士的到来把全国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毛皮族几乎是全员行动迎击武士。如果警卫门和看侍郎被毛皮族撞见，估计会瞬间被撕碎，情况万分紧急。娜美头上的汗都出来了，现在只能全力赶往城门口，竭尽所能的阻止战争吧。此时的警卫门和看侍郎对国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还得悠哉悠哉地向城内走去，一边走一边愉快地聊天。这么美妙的钟声，不知道寓意为何，大概是为了欢迎我等到来而奏起的迎客之钟吧。两人边走边聊，在丛林中遇到了赶过来迎接他们的桃之助。桃之助自从登岛就感觉十分不安，一直藏在房间里不敢露头。这时听毛皮族大汉武士来了，桃之助知道是警卫门和看侍郎来到了左岛，高兴地跑出来迎接他们。三人有说有笑地走向城镇。武士的来到让毛皮族万分紧张，精神紧紧绷了起来。然而在这个紧张的时刻，让人更棘手的事情发生了。多年来的宿敌猫夫士老大与犬蓝公爵在街道上偶然相遇，二人不知道曾经有过什么深仇大恨，只要看见彼此的脸，手上的武器就饥渴难耐，手痒的不行，完全可以放下一切国事家事，先干一架再说。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带着强烈的敌意走在一起，其他的毛皮族大呼不妙，赶快冲过去阻拦。更不巧的是，警卫门和看侍郎、桃之助三人刚刚走到这里，一看前面聚集一大群人，煞是热闹。三人好奇心顿起，走过去想看看究竟。在混乱的人群中，警卫门一眼就看到了鹤立鸡群的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他怔了一下，感觉这两只动物分外眼熟，刚要上前打个招呼，草帽一伙从另一边及时赶了过来，不由分说，直接将警卫门三人摁在地上，拖进掩体里，在被毛皮族发现之前，将三人藏了起来。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针锋相对，互相讥讽几句后，两人的火气越来越大，敌意越来越强。二人同时拔出武器打在一起，一场生死大战眼看就要开始了。警卫门挣脱了乌索普，跳出来大喊一声住手，这一嗓子将在场所有的毛皮族镇住。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也停止了纷争，草帽团大呼完蛋。看侍郎和桃之助也站了出来，站在警卫门身边与毛皮族对峙。乌索普等人都要吓尿了，警卫门居然还上前一步自报家门，在下乃和之国光月家的家臣，名为警卫门，是为了寻找同国的武人雷藏到达此地，敢问他是不是来到这里了？乌索普等人就差跪地痛哭了。警卫门短短一句话把所有的禁词都说了出来，现在只等着毛皮族发飙发动战争了。果然，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率领众毛皮族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草帽团的人赶紧跳出来替警卫门二人求情。路飞面色严峻，准备动手。乌索普想凭借自己的3寸不烂之舌扯几句谎糊弄过去，但是在这种场合中，任何的解释都过于苍白，一场恶战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但这时让草帽团所有人惊讶的一幕发生了，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突然席地而坐，看着警卫门三人失声痛哭。犬蓝公爵哆哆嗦嗦地说出一句话：恭候多时。接着，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低下头，恭恭敬敬地说道：“雷藏阁下平安无事。”所有的毛皮族都恭敬地低下头，激动得眼含热泪，却又不敢放声大哭。那么几个人眼珠子都要飞出来了。刚才还是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突然间气氛这么急转而下了。毛皮族与和之国武士到底有什么关系？路飞等人又惊讶又觉得松了一口气，看来战争是不会发生了，这也是再好不过的事情。左岛中确实藏着雷藏这个人，左岛上上下下的千万居民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保守秘密，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宁可付出灭国的代价，宁可惨遭百兽海贼团的虐杀，没有一人出卖武士雷藏。这种义薄云天的情分让乌索普等人感动到落泪。猫夫士老大走过来拍了拍乌索普的脑袋，解释道：“毛皮族与和之国的光月一族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情同手足，无论遭受怎样的毁灭，他们都绝对不会把同伴出卖给敌人。不仅如此，警卫门身上有着和毛夫士老大、犬蓝公爵身上一样的光月家家徽，而且看起来警卫门与他们是老相识了，关系不是一般的深。”叙旧结束后，毛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再次争吵起来，拔出武器准备再战。这时，桃之助站出来，大吼一声：“不要再吵了！你们以前的关系明明那么好，为什么现在一见面就要吵架厮杀？我不许你们再吵架了！如果是因为父亲的事情，那就更加不准。父亲看到你们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难过的。”草帽团再次一头雾水，难道桃之助的父亲不是警卫门？猫夫士老大和犬蓝公爵听后同时一愣，接着同时跪拜在桃之助面前，万分恭敬。桃之助大人所言极是，在下失态了。此举一出，不只是草帽团，就连毛皮族都震惊了。看来他们对两个国王的身世也一无所知，从来没见过国王对什么人如此恭敬过。警卫门站出来揭开了草帽团的疑惑，原来警卫门和桃之助根本不是父子关系，桃之助是和之国九里的大名，光月玉田的儿子。警卫门和看侍郎、犬蓝公爵、猫夫士老大都是光月家的家臣，如果在旅途中暴露了桃之助的身份，一定会招来很多敌手。
因此警卫门和陶之助才伪装成父子一路旅行。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警卫门等人对草帽一伙已经十分相信，因此才会当着他们的面将事情全盘说出来。布鲁克感叹道：“虽然警卫门和陶之助不是父子，但是好色这一点倒是挺像的。”陶之助走到路飞面前，犹豫了一下，正色说道：“抱歉，之前一直有所隐瞒，其实在下身份尊贵。”路飞一把捏住陶之助的脸，鄙夷地说道：“谁管你呀，白痴！难道因为你身份尊贵，就要对你态度有所改变吗？”而说着说着，大打出手，陶之助受了欺负，直接扑进娜美的怀里。警卫们气得大骂。娜美抚摸着陶之助的脑袋，温柔地说：“你爸爸既然是主公，那么你家里一定会有很多的金银珠宝吧？”全蓝公爵和猫夫人掌柜看着开开心心和草帽团打成一片的陶之助，彼此对望一下，提出了休战。为了不让陶之助难过，二人应该放下过去的隔阂。左岛的毛皮族居民从来没有见过两个国王如此交好，都十分惊讶。多亏了光月家，大家才能看到如此美满的情景。国民们举手欢呼，全国上下一片欢腾。相主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片欢乐，向左岛上喷出一片水雾，水雾在左岛的上空闪闪发光，形成一道彩虹。猫夫人老大和雪蓝公爵带着草帽团警卫们等人进入到鲸鱼森林的深处，去往雷藏的藏身之处。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传说中的忍者了，路飞和乔巴几个人兴奋的不能自已。夜行衣、忍者面具，还有手里剑、水遁之术，所有这些漫画里才能见到的东西，马上就能亲眼见到了。众人登上鲸鱼尾巴的顶端，打开一个密道，走过长长的台阶。密道的底部传来一阵响声，猫夫人老大告诉他们，那就是忍者雷藏的声音。忍者就在下面。路飞几个人再也按耐不住，甩开众人，一溜烟的奔向密道下面，边跑边高声呼唤忍者，马上就能见到又帅又厉害的忍者了，太兴奋了。几个人跑到密道底部，结果迎面撞进的是一个脸大身子小、又矮又猥琐的大叔。大叔被铁链绑在柱子上，一边哭一边控诉：为什么不把自己交给敌人？为什么每个过来送饭的人都带着伤？国内一切安好是真的吗？如果敢欺骗自己，自己必一直记恨着两个国王。路飞等人把雷藏的脸和脑海中想象的忍者对比之后，梦想支离破碎，所有的憧憬都烟消云散了。此时，左岛外面一大群海贼船如同黑云一般，正向左岛席卷而来。百兽海贼团的汉泽杰克明明被报道死亡，但是却像个没事人一样，率领手下再次进攻左岛。毛皮族已经身心俱疲，不知能否应付来势汹汹的杰克大舰队接下来的猛攻。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